对家把南湾地块的批文卡了，半小时内拿不出备用方案，你们几个全给我卷铺盖滚！邢秘书，公关预案和南湾的私产评估，10分钟后交给我。陆会长，都在这里了。左边这份是南湾地块危机化解方案，我已经让法务部同步盖章。右边这份，星棉，你觉得盛妍现在有危机，你就可以借机拿捏我？您误会了。按照劳动法，提前30天通知，1个月后我正式离职。没有我的批准 ，S 市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敢要你。你走出这扇门，这9年的激励就是废纸。那陆会长大可试试，1个月后交接准时结束。星小姐，听说你递辞状了，我那边总监的位置年薪 double， 随时为你空着。这里面有花生。会长，我不知道您对花生过敏，我马上查备忘录。星棉以前从来不需要查备忘录，只要他在，这盘甜点根本不会出现在我方圆1米之内。干杯！陆会长，下班时间找我有事。4月17。什么？你的生日是4月17，我查过了。查我的档案，陆会长费心了。还有事吗？星棉，我给你涨薪，给你股份，别走。季白，你们盛妍现在的服务标准这么差了吗？这咖啡豆是过期的吧？星秘书，去楼下街角那家手工烘焙店给我买杯手冲。现在。尹小姐，我是盛妍会长的秘书，不是您的私人跑腿。如果您对接待不满，门在左手边，请去公关部投诉。陆季白，你就看着你手下一个快离职的员工这么跟我说话，立刻开除他！尹夏，注意你的言辞。盛妍可以不接你带来的这笔投资，但我的人轮不到你来发号施令，请回。我护了他，他应该明白我的态度了吧？尹夏的事你不用管，晚上的会你跟我去。陆会长，下午6点，我的下班时间到了。降温了，你的陆法解除合同我帮你看过了，随时可以走人。高允鹤，离我的秘书远点！陆会长，纠正一下，还有25天，星棉就是自由身份了。既然盛妍给不了他尊重，以后他的法务和职业规划由我全权负责。星棉，你真的要他走？这是交接文档，咖啡偏好、日程习惯、客户喜好、过敏食物全在里面，新秘书照着做就行。不需要。陆会长，您对花生和芒果过敏，上次元盛集团的晚我说不需要，因为不会有新秘书。那您的日程，我自己，你能做的事，我也能做。好家伙，原设定里他这时候应该用天价年薪挽留我，结果他选了赌气自己干，幼稚，但居然有点可爱。那手册我放这儿，您万一需要可以翻。最后一页写的什么？工作建议。我会的，可是你已经没有耐心了。年姐，真的要走啊？
月底。会长这2天脸色超差，早上连店里的保洁阿姨都不敢跟他对视。他一直那样？才不是，他今天早上自己去便利店买了咖啡，结果买成了拿铁，喝了一口全吐了，在垃圾桶旁边站了3分钟，像个被抛弃的小狗。帮我照顾着点儿。他不吃午饭的话，帮他点个外卖。那不是你的，就当我最后1个月的售后服务。我知道，但你不会再有耐心等我了。什么温度65度。60，我喝60度。好的，我下次。还有，日程表里中午12点到1点之间不要排任何会议。可是新秘书的交接文件上写的是12点半到1点半。他写的是在的时候，现在改。奶油兑不加糖，采取22秒，温度60度。他嘴上说不挑，其实差1度都能喝出来。原来你早就把我看透了，可我到现在才看懂你一点点。怎么了，欣姐？会长是不是讨厌我？不是，他讨厌的不是我。他习惯了一种方式，突然换了不适应，跟你没关系。那我要怎么做？别学我，用你自己的方式。他需要学会适应不同的人，不能永远只接受一个模子。谢谢欣姐。会长，咖啡60度，我用温度测量过了。另外，下午3点的客户会议资料我重新整理一版，按照行业分类排的，不是按日期。我觉得这样查阅更快。按行业分类？是，如果您不习惯，我改回来。可以，不用改。你是不是跟你们俩说了什么？咖啡温度对了，但味道不对。留给下一任吧，反正他永远站在中间。以后我要站自己的中间。棉姐，老张说要跟你敬一杯，他说你每年冬天都帮他女儿抢那个什么寒假托管班的名额，顺手的事儿。星姐，我这人嘴笨，就是想说你走了我们都舍不得。棉姐，上次我家里出事请了1周假，是你帮我跟会长那边打的招呼吧？他居然一句都没问。没什么，他其实不是不近人情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。9年里我做的那些顺手的事，别人都记着。他不只是陆会长的秘书，他是星棉。他在别人面前从来都是这个样子吗？星姐，星棉。星棉，陆会长，这9年，谢谢你。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2个字，原设定里也没有这句台词。我以前不知道该怎么说，现在也不太会，但我想在你走之前说一次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星棉，不是新秘书了。好像叫了9年新秘书，一直没有叫对。谢谢你，陆继白，也谢谢这9年。星棉，星棉，原来他的名字这么好听。他叫了我的名字，第一次。9年，这张脸在这栋楼里进出了3000多次。走了。棉姐，别哭啊，又不是见不到了。可是以后早上谁帮我带豆浆？公司楼下就有，自己买，别偷懒。我闺女做的曲奇，让我一定带给你。说星阿姨要去新的地方上班了，这是践行。
替我谢谢他。这个时候，男主应该冲出电梯，在大庭当着所有人的面拦住女主，说出一句深情告白。他没来。自由了。到家了吗？多肉我帮你养着。新的剧本从这里开始。床头柜上空空如也，没有叠得整整齐齐的日程摘要，没有温好的一杯白水，没有提前熨烫好的领带。原来他每天早上6点半会准时把这些放在我床头。9年了，我从来没有说过谢谢，甚至从来没有注意过。以前星棉偶尔会留下来加班到凌晨，就在客房睡，但我从来没有去过。我总觉得他会一直在，只要我回头，他就站在那里。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走。他系的领带结永远是最标准的温升结，不多1分，不少1分。别人学了1个星期还是学不会。哦，对了，我已经辞职了，不用再定6点的闹钟，不用再帮他系领带，不用再帮他核对一天的日程。我应该开心的，我终于自由了。我可以睡到自然醒，可以穿牛仔裤和 T 恤上班，可以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。可是为什么我醒得比以前还早？以前这个时间，我已经把陆继白的早餐放在餐桌上了。他今早肯定又买错咖啡，林然肯定记不住他只喝60度的美式，关我什么事？新年别想了，都结束了。原来真的是22秒最好喝。他以前说过无数次，我从来没有信过。我总觉得咖啡不都是一个味道吗？现在我信了。可是他已经不在了。这栋房子这么大，以前我总觉得太吵，他总是在走来走去，收拾这个，收拾那个。现在他走了，房子安静的可怕，安静的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会长，您的咖啡，60度，萃取22秒，我用温度计量过了。放着吧。会长，上午10点的董事会资料我已经帮您核对过3遍了，应该没有问题。明明都是一样的咖啡豆，一样的咖啡机，一样的时间和温度，为什么就是没有他泡的好喝？你写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。以前我总觉得这些都是小事，现在我才知道，这些小事凑成了我的整个生活。没有你，我的生活就只剩下一堆乱七八糟的碎片。新年，你有病吧？他开不开董事会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？看你一早上都魂不守舍的，怎么了？没睡好？没事，可能是刚换了环境，有点不适应。别给自己太大压力，这个案子不着急。我知道。以前我每天早上都会给自己带一杯这个。陆继白总说女孩子喝太多冰的不好，但他从来没有阻止过我，只是会在我的抽屉里偷偷放几包红糖姜茶。原来我不知不觉带走了这么多属于他的东西。陆会长，这个数据不对，应该是12.7%，不是127%。抱歉，我的失误，正确的数据是指12.7。我错了，星棉，我真的错了。我以前总觉得没有你我也可以，现在我才知道，没有你，我什么都做不好。我知道这是自欺欺人，但我只能这样做，这样我才能觉得你还没有走，你只是暂时出去了，一会儿就会回来。星棉，回来好不好？我什么都改，我会学泡咖啡，
学排日程，学记你的生日，我会叫你的名字，不再叫你新秘书。只要你回来，什么都可以。今天是我离职的第1天，新公司的同事都很好，何姐也很照顾我，我终于过上了我想要的生活。可是为什么我一点都不开心？对不起。叶季白，你现在在干什么？有没有又忘记吃晚饭？有没有又把咖啡泡错？有没有想我？新棉，早啊，随便坐，咱们这儿没那么多规矩。谢谢何姐。棉姐，听说你以前是盛妍的会长秘书，来咱们这小庙太屈才了吧？干活去，在我们这儿没人叫什么新秘书，大家都是靠脑子吃饭的，叫棉姐就行。好，棉姐挺好的。这就是你们做的方案，跟盛妍集团给我的那版一模一样。我花钱是买创意的，不是买抄袭的。3天后就要上线，今天拿不出新东西，直接解约。王总，您消消气，我们马上改。王总，给我1个小时，我给您一个全新的切入点。1个小时？盛妍的方案走的是高端降维打击，但您现在的核心痛点不是逼格，是下沉市场的用户情绪。我看了您品牌最近在短视频平台的评论反馈，大家需要的是被看见，而不是被教育。1个小时，我把高位营销改成情绪共鸣的互动方案。如果不满意，我引咎辞职，绝不拖累公司。他笑了，甚至连发朋友圈的语气都变得这么轻快。没有我，他不仅过得很好，还会发光。会长，恒远地产的李总在会客室等您。林冉，一个人如果习惯了掌控一切，却发现自己连最重要的人都留不住，还有机会弥补吗？如果方案错了，可以推翻重做，但如果是人，可能需要的不是弥补，而是重新认识。重新认识？是啊，现在的他已经不是我的新秘书。听说今天有人在会议室大杀四方，单旗救主。高律师，你的情报网都扑到我们这儿了。碰巧路过冰美式饭堂，庆祝我们的棉姐新生。那个笑容是我9年来从来没有见过的，嫉妒像火一样在烧。可是我甚至连下车走过去的身份都没有。陆会长，并购案的交割日期写成了去年的今天。会长，这是套用了上一任新秘书留下的基础模板。连改个日期这种事，也需要上一任来做。我马上重做。陆氏的时间不是用来给新人练手的。这份报告作废，散会。陆会长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核对过2遍了。第3任了，你们每个人都说自己核对过，去人事部结账，多领3个月补偿金。可是您下午还有3个行程，没有秘书您怎么办？没有他兜底的日子，像一团乱麻。出去，我不招秘书。订餐系统怎么有2个入口？王总，今晚的玉衡阁晚宴推迟半小时。推迟？陆会长，您以前从不迟到的。以前有人替我算好了路程，今天我自己开车。新秘书确实难得，您这是何必呢？我在学着不用别人兜底。盛妍集团旗下酒店的品牌联名，指明要我们做。盛妍的单子，谁是对接人？酒店部的陈经理，这可是块肥肉，能吞下吗？只要不是他，盛妍的钱照赚。只要不是顶楼那位，我1天就能出看价。好样的，下午就去盛妍大楼碰头。麻烦等一下。进来吧。陆会长。
你来盛妍办业务，酒店部的联名案不是直接找您，方案我看了，第一部分的切入点很准。谢谢。毕竟是在盛妍学到的主子。不，那是你自己的本事。你现在气色比以前好多了。每天睡到自然醒，气色当然会好。那就好。以前你绝不允许领带松开，勒得太紧，喘不过气。现在这样挺好。合作顺利。你的方案在圈子里传开了，陆继白没留住你是他的损失。尹小姐约我出来，不是为了夸我的业务能力吧？我回来不是为了找陆继白复合，我的品牌要在 S 市开店，我需要盛妍旗下的商业地产，所以别把我当情敌。我已经离职了，他跟谁在一起都不是我的事。他以前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，极度自私，我才甩了他。他确实习惯了所有人围着他转，但他现在变了。上次开会，他居然亲自帮我倒了杯水。普通人，他离这3个字差了10万8千里。可能是第3任秘书又辞职了吧，跟我没关系。服务员，买单。我约的你，我来付 ，AA 吧。我们是在谈生意，不是在叙旧。有意思，星棉，你这人挺对我的胃口。祝你的新店开业大吉，也祝你在这个新世界越飞越高。凌晨2点，陆会长，很晚了，有什么急事？我知道很晚，打扰了。他从来不喝酒喝到舌头打结。你喝醉了？你在哪儿？今天是我妈的忌日，以前这天你都会在行程表上标红，说今天不安排应酬。今年没人提醒我去了一个酒局，喝了很多，幸免我很难受。陆继白，听着，去厨房倒杯温水喝下去。然后呢？然后去床上睡觉，明天太阳照常升起。好，晚安。他从来不对外人提他母亲，原剧情里这是第30集才会暴露的恶名。我们棉姐上杂志了，咖啡品牌的案子拿了金奖，太牛了！棉姐，你以前在盛妍当秘书，真是暴殄天物。原来做好一件事，别人会说星棉好厉害，而不是陆会长的秘书好厉害。晚上我请客，楼下日料店，管饱。张总，底线是让利2个点，再多1分，盛妍直接离场。陆会长果然名不虚传，签。新秘书，把刚才张总的退让底线整理进备忘录。忘了，没有秘书了，自己写。老板，这苹果怎么卖？陆继白，你穿卫衣？周末不穿西装，你也来这里买菜？我住附近，但你应该住在江景顶层复式。我搬家了，一个人住那么大，太吵。太吵！你家连个扫地机器人都设定了静音模式。是没有人说话，所以显得脑子里的声音太吵。前面的菜价确实比超市便宜，今天西红柿降价了。堂堂盛妍集团会长在这里看西红柿降价，会长也要吃饭。我最近在学做菜，没炸厨房。目前烧坏了2个平不过。前面巷子里有家牛肉面馆，我查过评价，很好吃。好啊，下次去试试。那就下周末我请你。哈哈哈哈哈！辛总监，你们这套下沉市场的打法彻底说服了我。感谢王总的信任，我们明天就推进落地。恭喜你，你的方案第3部分用户图像做得比我好。承让了，陆会长。他不需要我的支持了，他靠自己赢了我。棉姐，我们赢了盛妍，我们居然赢了陆继白。冷静点，回去准备执行方案。原来赢他的感觉是这样的，不用在他身后当影子，而是站在他对面，堂堂正正的打败他。
小姐，请问需要几根蜡烛？1根就够了，谢谢。9年了，以前的今天，我都在帮他核对前任的忌日。祝我26岁生日快乐，祝我永远自由，永远有底气。陆记长，竟然真的记住了，谢谢。我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过这个笔记了，第17集，他记住了。这家餐厅的惠灵顿牛排，我订了1个月才排到。让你破费了。高律师今天找我，不只是为了吃牛排吧？幸免，我这人不喜欢绕弯子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对陆继阳到底是什么感觉？这是男二的直球逼问环节。原设定里，女主会因为赌气而假装接受男二，但我不想骗她。我不知道，我以为辞职了就能想清楚，但好像越来越不清楚。既然不清楚，那我等你想清楚。如果最后的答案不是我，我们还能做朋友。我不想当你心里的备胎。你是个好人，高允鹤。你是个好人，这是世界上最伤人的3个字，但我接受。星棉，别委屈自己。大少爷，这已经是你擦的第3遍了。环境卫生是餐饮的基础，基础在这儿行不通，不沾点烟火气，面都不香。你以前给我订的餐从来没有这种碳水化合物超标的食物。因为你以前是会长，需要保持体脂率，现在你是周末来吃面的普通人，多吃点，不扣工资。停，你想酸死自己吗？我以为这是酱油。你连醋和酱油都分不清，怎么敢一个人搬出来住的？没人教过我。你笑起来很好看。哈哈哈哈，送你们的，小两口长得真俊。策划总监，我新棉做到了。没有盛妍，我也能活得很好。喂，找新总监什么事儿啊？你喝酒了？你在哪里？我在吹风，吹走我那9年的傻气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当了9年秘书吗？因为我那时候以为我只配伺候别人，我把自己活成了你的附属品，连我自己都没有了，我还以为那叫专业。对不起，是我太自私。不是你的错，是我自己没有勇气，但现在我找回来了。头好痛。我昨晚到底说了什么？完蛋了，我好像把川叔的心路历程全当酒后吐真言交代了。昨晚喝多了，胡言乱语，说的话别当真。想翻脸不认账，星棉，晚了。别不当真，你活成了附属品那部分，还是不是你的错那部分。他现在一定在床上抓头发，都当真比较好。我也有话想当面说。都当真比较好，我也有话想当面说。我这段时间想了很多，以前我觉得你留在我身边是理所应当，因为我给了最好的薪水，但现在我知道那些根本不够。那你觉得什么才够？我觉得，我就说你们俩是情侣吧。今天这盘小菜，叔送你们的。不是，我们不是情侣。我们不是。不是就不是嘛，脸红什么？差点就冲到了。但在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地方被打断，好像也不讨厌。吃面，面要坨了。恶意收购已经逼到门口了，股价跌了18个点。陆会长，这场危机是你决策失误，你必须引咎辞职。还有谁要退股？现在就把协议放桌上，只要我还在1天，盛妍就不会倒。盛妍集团今早开盘遭遇恶意做空，股价断崖式下跌。
星棉，盛妍那边乱套了，好几个供应商毁约跑路，这有个被抛弃的文旅联名项目，价格压到了底线，接不接？按照套路，我应该跑去他办公室陪他共度难关，但我是一名策划总监，我要做商人该做的事，接。不仅要接，还要用双倍资源去推。你疯了！盛妍要是破产，我们的尾款打水漂。盛妍不会破产，这单我们稳赚。全部在急着撇清关系。他接了这个烫手石鱼。星棉，你疯了吗？所有人都觉得盛妍要完了。别人觉得你要完，是因为他们只看新闻。你的资产负债表，我比你自己背都熟。你的核心现金流根本没断。你就这么相信我？我是相信我自己的专业判断。这单业务利润很高，我没理由不赚。星棉，你现在真的不是我的秘书了。对，我是你的合作伙伴，平等的那种。对，我是你的合作伙伴，平等的那种。李总，公关预案已经覆盖了所有负面舆情，而盛妍的核心供应链将为这次联名提供最低成本兜底，双管齐下，危机不仅能平息，还能转为品牌曝光。绝了！两位这配合简直天衣无缝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一家公司的合伙人。李总过誉了，我们只是专业的假底方。刚才那个切入点很漂亮，毕竟以前帮你处理过类似的烂摊子，熟能生巧。星棉，谢谢你。别急着谢，项目尾款1分都不能少，翻倍打给你。我有一件事一直没有告诉你。什么事？你离职那天，我看着你走出大门，我没有去大堂拦你，不是因为我不想，那是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我拦了，你会留下来，不是因为你想留，是因为你不忍心。我不想要那种施舍的留下，我想要有一天你自己走向我。那你现在想要什么？我想要有一天你选择站在我旁边，不是因为你是秘书，是因为你想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？自己学的，花了很长时间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？自己学的，花了很长时间。第27集，他说他想要我自己选择，我想不想？不是因为剧情强制，不是为了完成穿书任务，是我自己想不想？我想，下周面馆换我请你。星棉，好的，太敷衍了，显得我一点都不激动，不见不散，像在谈工作，太蠢了。好的，太敷衍了，显得我一点都不激动，不见不散，像在谈工作，太蠢了。我想好了。你想好什么了？我不做你的秘书，也不做你的合作伙伴。你要走？我想试试做你的女朋友，但我有3个条件。你说，30个都行。第一，各住各的；第二，不干涉我的工作；第三，吵架必须当天解决，绝不冷战。我也有一个条件。陆会长还敢讨价还价，说以后的每一个生日让我陪你过。我就说你们是情侣吧，今天这块算叔请的。谢谢叔，以后我们常来。我就说你们是情侣吧，今天这块算叔请的。谢谢叔，以后我们常来。陆会长，这事在集团内部传得很不好听，大家都在说星棉辞职是为了钓更大的鱼。盛妍的每一个商业决策都有数据支撑，但我选择跟谁在一起，不需要向任何人汇报。今天在董事会上装了一次，你打几分？幼稚。6分，扣4分，是因为你以前对我说话从来没有这么硬气。因为以前没有要保护的人。心跳漏了半拍，这个男人到底是谁教他这么说话的？心跳漏了半拍，这个男人到底是谁教他这么说话的？他给你当了9年秘书，根基太低，配不上陆家的体面。她是我认定的妻子，不需要您来衡量价值。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，
不劳他替我顶撞你。星棉，你怎么来了？在外面等我，这不是你替我打的仗。陆老先生，我今天来不是求您同意的。那你来干什么？宣战！9年前我是您的秘书，但这3年我独立操盘的策划公司流水过亿。这是我公司和盛研集团未来3年的战略合作协议。盛研现在的营销体系已经僵化，您可以不认我这个人，但您不能不认我的价值。你这丫头脾气比我年轻时候还大。我这个堂弟最近风头出尽了。明总，你要的资料，这是新棉离职后那几个月陆会长的会议监控。原来是个离了保姆就不会走路的精神巨婴，把这些监控露给媒体了。我要让董事会看看，盛研的掌舵人是个废物。新棉，热搜爆了，都在说陆继白是个废物，靠你当大脑。现在全网都在骂你是祸水，带走资源小垮盛研。陆继明动手了，想用巨婴的帽子压死他，这是冲着他董事会主席的位置去的。既然带上了我，那我就陪他们玩局大。不惜一切代价把牵扯到星棉的新闻全部压下去。会长，现在压热搜，外界只会说我们做贼心虚，包庇星总监。不能压，越压越像真的。你怎么来了？这里太乱，我能处理。你压了就是在承认你离不开我。这件事因我而起，我自己来做破局的人。金小姐，请问陆会长是否缺乏独立决策能力？您现在接手盛研的项目，是不是在替他擦屁股？这是近半年来陆会长独立操盘的3个100亿级项目净利润，增长了42%，他不需要任何保姆。盛研现在的决策全是他一个人在打仗。他没有躲在我的背后，他在为我冲锋陷阵。法务部盖章的合规声明，有了这个，谁也拿你们的合作账目做不了文章。高律师，这次多亏了你出手。别谢我，我拿盛研的法务年薪做我该做的事。你跟他现在是战友，也是情侣了。在一起了。我就送到这儿了。高允亨，祝你也早点遇到那个对的人。当然，我眼光一向很高。替我带句话给陆继白。什么话？如果他对你不好，我在法律层面可以非常难缠。好，我一定带到。舆论战结束，所有合作方的声明已经同步发布，董事会的内部票数也锁定了，他出局了。终于打赢了。以前你给我当秘书的时候，我们也这样复盘，但那时候我从来不觉得你是跟我并肩的人，我以为你只是我的影子，所以我辞职了。所以你辞对了。如果你没走，我永远也看不到现在的人。在以前的故事里，我应该是一直纠缠陆继白的角色，最后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。以前的故事，他怎么会用这个词？尹夏，你在说什么？其实我也写过穿书笔记，不过早就烧了。既然活在这个世界里，就按这个世界的规则，管它是不是故事呢？祝你幸福，也祝我自己。他也有自我意识，这不是一个写好的剧本，这是一个正在活过来的世界。高运鹤的主动退出，尹夏的独立开店，每次我偏离原设定越远，他们就越像真人。剧情的束缚力在减弱，是我改写了这个世界的代码。陆继白，怎么了？手这么凉？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时候不像自己？有。以前我总觉得像个提线木偶，有一种力量逼着我对你冷漠。但从你弟辞职式那天起，那根线断了，是你把我从那团迷雾里拽出来的。如果有一天我告诉你，我们活在一个故事里，你会相信吗？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我们活在哪里，我只在乎你是不是在我旁边。他没有追问，他是真的从那个设定的躯壳里彻彻底底的活过来了。陆继明疯了，他联合了3家外部资本机构，明天上午董事会他要发起不信任投票。釜底抽薪，他想用这最后一击把盛研的控制权彻底夺走。最后的终极危机，原剧本里
这是男女主互相牺牲的虐恋高潮，但我偏不。准备迎战。资本方的票数咬得太死，还差3个点，哪怕再给我1个月的时间。吃晚饭了吗？吃不下。明天如果输了，我将一无所有。如果明天你不是会长了，你会怎么样？你觉得呢？我会变成一个彻底的失败者。我会继续去我的公司上班，然后下班来找你，我们一起去巷子吃牛肉面。就这样？就这样。你以为我是为了会长头衔才跟你在一起的？这是他第一次剥去所有高位者的外壳，暴露出毫无防备的脆弱。吃完再焦虑，空腹焦虑伤胃。怎么可能？那些老狐狸怎么会把票投给你？因为这半年来，我一个人拼出的利润，比你画的饼实在。这是你合理的退出，签字走人，以后不要再插手盛妍的事。为什么没把他踩到底？以你以前的脾气，绝对会让他倾家荡产。因为以前的我是个只知道碾压别人的机器。有人教过我一件事，什么事儿？永远不要按写好的剧本走。堂陆会长，你迟到了3分钟。市级阿姨非要给我抹零，耽误了。今天的面好像比上周咸了。你的味觉系统有问题。我的味觉一向极其精准。上周你把盐当糖放进手冲咖啡里，需要我帮你回忆吗？那是一次意外。你连续意外了3次。陆会长，承认自己生活不能自理很难吗？这对小情侣每周6都来，吃了1整年了。川叔生存笔记，记得找到回去的路。回去的路？不，我不需要回去了。川叔生存笔记，这里就是我的家。